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收到了或者即将收到美国某银行寄回国的支票，包括我自己在2个礼拜前已经收到了这张支票。支票这个东西在国内很少见，个人之间的交易根本不会用到支票，只有在公司之间支付合同款项的时候，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到支票。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公司签了合同，收到了支票，还需要专门派一个人去银行到窗口排队，等了很久才能兑换成功。因为国内的网银的普及，转账的便利性大大高于支票，再加上国内也不是信用社会，支票的使用场景非常有限，所以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知道要收支票的那个瞬间是傻了眼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兑换。之后我认真研究了一下，总结了3个在国内兑换美国某银行支票的方法，今天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去国内的大银行办理光票托收业务。大家尽量去4大行或者全国性的银行去办理，地区性的银行它一般都没有这个业务。这里以中国银行为例，办理的流程其实很简单，委托人本人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交付正本票据，并在票据的背书位置签字，填妥光票托收申请书。中国银行将票据寄往国外的有关银行办理票据托收。它的注意点很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中行对于未曾受理过的或者说金额比较大的一个金融单据，需要向金融单据的开立方去人工去查询有关的付款的要求，并且是具体的规定办理光票托收业务。为此的话，有关的查询费用是要你本人来承担的。这里的意思是，中行需要和美国某银行去联系，确认支票的一个真伪，这个查询的一个费用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第二点，票据背书应与票据的抬头人完全一致，背书不可为私人的印章。第三点，背书倘若因伪造背书或者说票面涂改而引发的一个退票，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国银行将保留向委托人行使追索的一个权利，并对伪冒的票据予以没收。第四点，票据在邮寄过程中如果丢失，托收银行依照国际的惯例是不负任何责任的。第五，票据收托之后，中国银行将按照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为您办理结汇或者入账的一个手续。凡采用立即代寄托收方，或者说一般从受理之日的30到50天内可以办理解付的一个手续。采用收妥代寄的方式，收妥的时间较长，一般从受理之日起要40到60天。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时间都是需要1个月以上的。第六，托收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均由委托人承担，中国银行照实向你去收取。个人外币的票据托收金额为 0.1%， 最低是50元一笔，最高是250元一笔。另外收邮费退票费10元一笔。现钞托收按照托收金额的 0.5%， 最低是20元一笔，最高是250元一笔，另收邮费。下面介绍第二种，存入其他美国银行的账户。一般美国各大银行的手机 App 都可以扫描支票存入账户。本次我以美国银行手机 App 为例进行一个操作。如果说你想办理美国银行的账户，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私聊我，或者说邮件咨询。好的，我们现在打开美国银行的手机 App， 登录成功之后，在菜单栏里面选择存入支票。到这个界面的话，它扫描一下，第一个的话是扫描支票的正面，第二个扫描支票的背面。下面的话是你存到哪个账户。好，我们在这边去扫描一下支票。好，它这边提示是要用那个支票要放在一个深色的背景下面啊。然后我这边放到我的地板上面去试一下，把它的边角都对齐。好，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扫描成功了。然后我们扫描它的背面，同样的也是放在深色的背景下面。
好，已经扫描成功了。好，下面的话输一下你支票的一个金额，我这边是221美元。好，接下来点击继续。好，这边会有一个提示啊，就是说它没有发现一个背书在你的支票的背面，所以说你首先要确定第一个啊，下面的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用黑色的墨水笔在你的支票背面写上For deposits only at Bank of America， 就是说你这个支票仅仅是用于美国银行的，然后在你的签名下面。后面的话也再签上你的一个签名，然后在后面的话是需要你用黑色的墨水去签上你的一个签名的，才可以去识别成功的。好，那这边的话我重新去写一下这些备注，然后再试一下。好的，我已经写好了，我现在重新再扫描一下。好，识别成功，处理中。好的，然后它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接受这张支票了，再和你核对一下这个金额对不对，然后我们点击确认。好的，这里说你的一个支票存入已经正在处理中，它下面说要在你的支票上面去写上deposit， 就是代表你已经存入了。然后的话，大概是如果你是在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晚上8点半之前去写的这个支票的话，一般会在下一个工作日内存入到你的账户中去的。现在这张支票的话，已经可用的余额已经是0了。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去存入成功了，在下一个工作日，最迟的话3个工作日，这个支票账户的钱就会到你的账户上。这样整体的一个操作的话，大概是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的，是非常的快速的。下面介绍第3种方法，存入美股的券商账户。美国本土券商一般都会支持支票拍照存入的。本次我以德美利证券为例进行操作。如果说你还没有德美利证券的账户，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链接去观看我之前做的开户的一个教程。德美利证券的 Thinkorswim 是可以直接去存支票的。我们登录到 Thinkorswim 的一个手机客户端，然后去选择右下角这个更多，然后去点击转移。转移其实这里的话就是存入资金的一个意思啦。那稍等一下，它网络会比较慢，因为是国外的服务器。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打开转移的页面了，然后我们选择第3个这个支票存入。好，这边也是一样的，和美国银行一样的，首先要去扫描这个支票的正反面。好，我们一起来，还用刚刚那张支票去测试一下能不能成功。我们先去扫描一下支票的正面。好，这个是要拍照。好，拍照使用照片。好，它现在正在识别这张照片。好的，识别成功，然后我们再拍一下支票的反面。好的，下面是选一下金额，这边的话还是到我们的默认账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账户是不支持通过支票账户存入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大陆居民的身份开的话，账户是没有办法用支票去存入的所以说的话德美利是不行的，但其他的证券账户如果有支票存入这个选项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比如说第一证券啦，比如说微牛啦，如果有这个选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有可能是会成功的。好，所以说第3种存入到券商这种方法的话，德美利证券是不行的其他证券的话，大家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有成功的话，欢迎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好了，以上就是我介绍的3种在国内兑换美国某银行支票的方法。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境内外资金账户的办理以及个人理财的知识。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一定要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